筹码上的数据，你再配合那些基本面资料，看到这种条件照着买，报酬率会比大盘的那个 28%， 会比那个全年涨幅还要更高。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蛇年开始了呢，相信很多观众也在为今年的投资策略伤脑筋，尤其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可能今年的波动会比较大，会更难操作。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爆投资的创办人徐黎芳老师来为大家解析如何改善你的散户病，然后变成多头跟空头都能赚的赚钱脑。那我们欢迎黎芳老师。你好，大家好。黎芳老师非常优秀又很低调，而且很可爱。对，黎芳老师，你之前在法人待过，对，然后后来你又当了嘉实资讯的总经理，后来当了总经理，对，是，所以其实你的经历是横跨了法人，还有这些散户或主力，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过程？好，在法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产业分析师嘛，我做半导体产业，半导体 OK， 对，就跑电子业，电子股最红的，对。那到了嘉实资讯，其实这一路以来，因为有服务 to C 的客人，然后也有服务 XQ 的 VIP 法人大户，对，都有，所以认识的人的面向就很多，这些人都是我的客人。那也因为这个经历的关系，所以我对于每一种不同的人，他的操作习性有比较深的了解。对，那您接触了蛮多的 to C 的客户，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像去年可能台股平均涨了 28%， 平均每个人赚了129万，可是大部分人其实散户并没有赚到这么多。129万真的很多，而且去年下半年大家很多人把上半年赚来的钱都赔光了，对，赔很多。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大盘涨了 28%， 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赚到这个加权指数的是 28%， 这到底犯了什么样的散户的一些迷思？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来自于就是我们可爱的散户朋友啊，俗称韭菜。其实韭菜很可爱的。对，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做了一张图哦，就是我们可爱的韭菜宝宝。那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模式是跟整个大盘的局势啊慢半拍。这边有好多个韭菜头，其实它每一个点都有它当下的一个想法。那不过我想举2个比较重要关键的点，是一个点是在前面这边这个5号，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涨幅5号头是比较慢才知道要进场，可是这个时间点他才在想要加码，所以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哦，就是他没有买在最好的时间点，他都要等到隔壁的邻居，然后菜市场的阿姨，每个人都赚钱了，对，他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进场，我应该，所以这里就慢了。然后第2个关键的点是在17的这个点啊，就是前面其实已经开始有跌了，股票也都跌了，但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认输，对，他们就会觉得说没关系，现在才休息，我等这一波一定还会再起，就是在前面这一大段时间他们都不相信这个大盘要往下走，对，所以他到这里才开始决定要减码的话，他这边舍不得一直要到最后底部才会已经没办法了，是，对，所以这整个逻辑啊，就是跟我们操作的，如果你看好的主力大户，他们思维逻辑的想法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我因为也看了这么多散户的行为，我后来就用数据去统计，我发现直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逆着散户做，这样子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所以为了要逆着散户做，我们再把散户常见的错误行为，我们再帮大家划重点。那一方面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也踩到了几个雷，2方面我们从今天看到这支影片开始，我们就不要再当韭菜，转一个方向。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是散户常见的错误行为。就太多凭感觉太多不认真看数据，因为我们就以上涨段跟下跌段，因为这2个才是跟盘势客观你比较容易依据的。如果你看到股票上涨段，理论上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要进场，
这就是刚才你讲的5号，对不对？对，人家已经买了，对看到隔壁邻居，看到那个现行已经涨这么多，他才开始问我要不要上车。对，然后有些散户很奇怪，他会看不顺眼别人，有些股票涨很凶，他就会说我要去空它，这股票不该涨这么多。其实股票涨了就是涨了，它没有该不该。对。也不是你去空了它就要有报应，然后让它下跌，就是你这句话讲得很好，对。就很多人都会幻想说，不行，这个股票一定要好好的教训它，我来空它一下，这何必呢？就是涨了其实就是涨了，涨了是你没有买到。那下跌段刚好相反，就是看到一只股票下跌，很多散户会想要去接刀，就觉得说，我之前没有买到。对，我现在来应该落底了，对对对，逢低承接，那就因为不知道底部在哪里，都太快去伸手就买了股票。对，那这几个动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操作的方法，刚好利用别人的错误啊，就是散户不认识自己嘛，不知道自己在赚什么钱，那我们刚好就相反。现在我们要回到重点了，对，所以这里就变成是原理原则哦。这个原理原则大家是可以把它记下来。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数据只有1天，那不太能确定，假讯息、假消息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数据最好稳定一点，连续2-3天，这样会比较好。那也比较确认。然后我们一整年要进出的次数会比较少一点。不要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其实真的赚不到大钱。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条件叫做两股势力的对抗，它最好必须是散户在卖，主力在买，那你就买。如果你喜欢放空，你就是想放空，那就刚好相反，是主力在卖，散户在买，然后你就放空。其实大家如果有常看财讯，我们财讯有一个单元叫做股市的秘辛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很多都是黎芳老师有提供我们，就是大户持股增加，散户减少，这种股票其实就是比较有利于多方嘛。对，因为那样子的现象啊，常常不是法人，是我们最尊敬的公司派那个大户。最棒是跟到公司派或者是市场派，因为市场派比较急，他买了会比较想要快点获利，你跟着赚钱的时间也可以缩短。可能这形容很好，因为公司派可能10年20年无所谓，这公司是我的。公司派他长线有经营的想法，他有时候筹码他会想到他的经营权不能被夺走，所以他的谋略会比较深。那也比较有耐心，我自己的公司我可以摆久一点，我可以等3个月再赚钱，等6个月再赚钱，我又不急。对，但市场派不会这样想，他没有要跟这个公司结婚嘛，他的钱就在这边 shopping around 哦，就是他到处 shopping， 是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所以市场派主力他很重视他的资金效率，他不会把钱卡在一个半年没搞头的标的上。所以我们在跟筹码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跟的对的人去做，然后跟韭菜相反，你跟大户同边。对，光是这一条我们上市柜公司有1800档，对，符合这一条的，连2天都大户买散户卖，其实就只剩下100档左右。可以缩小范围，对你的打击范围就是，那当然这样子还有100档我们不知道怎么买嘛，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确认的细部条件。所以除了第一个条件是两股势力对抗，第二个条件其实就是关键价位，就是技术分析我们平常都会看到很多技术指标，因为我们的 MA 就是那个均线，是均线其实是大家的成本嘛，5日均线就是这5天有买卖的人的成本。那我在这边今天也要带给大家一个新的结合了筹码跟技术指标的概念，叫融资成本线。所以我们是把那个融资融券做成一条成本线。这个我们一般自己找得到吗？有些看盘软体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如果你用报投资，这个部分是完全免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来用，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每一档个股的融资成本线，你不需要付费就会看到。我们平常看均线是不是看突破、支撑、压力、跌破？是，但是那个只是一般的成本，如果你能够又看到融资成本线的话，你就可以多一个支撑、压力、突破，
的这个看法，如果有部分知道公司消息，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的人，他也有可能用融资。你如果融资融蛮多，大家现在都很有风控意识啦。我们现在的散户其实也进化了，跟20年前的散户傻傻的乱买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具备一定的知识，知道说我融资不能乱开太多，会很危险。所以一旦被融资成本线画上去，那也代表你融蛮多的，那你一定是知道什么事情，你才善用融资这个工具。放大你的部位，关键价位要怎么看呢？对，比方说融资成本假设在59块 ，OK， 那就是均线的最新的一个价钱是在这边。那今日的股价站上去，站上融资成本，对，比方说变60块，今天最后收盘收在60，对，那代表什么？融资的人全部都赚钱，是，那就有可能后续就有机会发展。你不要在这时候卖哦，我们的散户很可爱，就是每次解套就卖了，对对，这就是错的。你今天一个套牢的东西，你能解套，它其实代表它上涨的动能开始了。只要站上那个59，其实如果它站不上，它会在59那边卡很久，所以这一个成本线是个压力。可是，一旦压力过了，它是一个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上面没什么压力了。就是这个融资成本线也跟我们平常想的一样，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对压力，就它反而变成支撑了。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对，所以这2个指标都不简单。我们大部分不会每天有很多只股票站上融资成本线，所以你又要符合第一个条件，100档，又要符合第2个条件，可能刷剩一半。对，剩一半不到，对，剩一半不到，所以你就可以缩小你的这个标的。对，那标的缩小了，其实各位就很容易做研究了。你可以看一下那些公司所属的产业财报状况，其实那就很好买，因为你不用再想那么多，我到底要买哪一支？其实不是你来决定的，是散户帮你先决定。他们卖掉的可能是我们优先要买的，对，就这样子买的时间点会比较漂亮啦。刚刚前面是纯筹码，是逐买散卖，然后再来加上筹码加技术，你有了融资成本线，就会更精准一点。对，我们希望最终让你1-2天选到一个标的就好。你一次就做一个标的，这样不麻烦，抽空下个单，你不用整天盯盘是，然后搞得好像操盘式，不用那么专业，你还是有机会利用这个方法选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标的哦。你其实用这2个，你就可以从1800档先删到剩下可能50档、30档。我们这个方法其实真的是比较偏心理，你要先洞察整个投资市场的心理。然后我们做过回测，其实我做了10几年这些数据的回测，我不是随便讲说这样做会赚钱，是真的测试的结果是你像个机器人一样，就完全照这个方法操作会赚钱，而且是打败大盘，就是帮助你怎么样的去把它纪律先建立起来。因为这样的观念衍生的话，大家其实就知道我都在抓异常，我在财讯的这些讨论啊，我们跟编辑部一起在写的文章内容都是环扣着这个异常现象哦。我们之前写过的玉龙，哇，那个就是奇怪，大盘一直跌，可是他们的大股东一直在买股票，这就很异常啊，因为他已经是大股东了，他家里不缺的就是股票，是股票很多，而且都是低成本的，对，几万张为什么他还要加码？所以异常现象是我们在看筹码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本来都买，突然开始卖，或是本来是卖，突然开始买，所以不管筹码的持有者是谁，他们的行为的变化，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异常现象。对，然后特殊时机异常大买、异常大卖。比方说今年啊，农历年回来开红盘的第一天一点都不红嘛，那天好绿好惨，因为 DeepSeek 的关系嘛，对，好像一次反映整个农历年间的新闻。那你有没有去找，如果那天的异常就是那天还拼命买股票的是在买什么？这就是一个异常。我们就先让你知道说，今天教的方法是你的选股逻辑一定要先决定重要关键人，
所以就是你的选股逻辑是谁？你跟大户吗？跟散户相反做吗？都好。就是要先决定好你重要关键人，你观察他的数据跟行为。这边我又有多给几个逻辑耶，今天这送满了，大放送。散户报名牌是有迹可循的，所以第一个筹码集中度啊是正向发展，就是筹码是越来越往主力集中，散户一直在离场，他们只要跑掉，那就是我们买股票的机会。然后散户跑掉的当下，如果股票还没涨，那更好，因为你进场的你的成本跟大户差不多。那主力因为他每天都在吃货，如果他一周还没吃完，那个后续他吃的量就会很大。再配合我们前面讲的散户离场，这里啊就是一个散户报名牌加上主力报名牌的一个集合。为什么会说一个逆韭菜的操盘法我们需要做组合技就是这个技术啊不会是一个单一一条，就像我们以前在学小时候在学技术分析，就是黄金交叉死亡交叉，你学会了之后就是那一条没有办法让你发大财，因为单一一条的条件它很薄弱。那我现在在回测的大部分就是要很多条合并在一起，当那么多条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难有股票符合，一旦有符合，那股票就会表现不错。我们今天刚好有带一个例子来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那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以及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正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我们今天刚好有带一个例子来1815的富桥。那这一档股票呢，它在2月3号那一天，它符合了近5天，就是2月3号往前算，近5天的买卖加速差。有3天是负值，他说：“老师讲国语，这个好像听不太懂。”买卖加速差，对，买卖加速差是什么？就是一档股票，它每天都会有成交量嘛。可是这个成交量呢，是有很多家券商分点是买，对，很多家券商分点是卖。那买卖撮合的结果就会是那个成交量。对，但我们假设有5家分点买，每家买100张。那是不是它成交量是500张？对，可是只有3家分点卖，那这3家分点每家要卖100多张，是200张之间。那所以5家的平均是100张，3家的平均是160几，所以这3家的量其实比较大。所以买卖加速差就用5减3，5减3是正，对。但我们现在要的是负，所以是负的意思是什么？买家少，卖家多。表示买家是集中买，他每一家买的单量很大，所以是大户在买，散户在卖，所以这是用另外一个买卖家数的这个数据去呈现，原来这样也可以算大户跟散户，是用平均啦。有5天，因为每天都会有买卖家数差，每一天都可能有正有负，在这5天当中已经有3天是负，这就有点困难了。因为这大户一定要买3天，一方面我们可以用附图用你的看盘软体都可以看到这个附图可以画出这个图之外，你也可以用我们原本讲的主力买散户卖，这个你的软体也一定都有，每一家软体都有，你都可以查到这个数值。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综合起来看，其实富桥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我们选出来，在第一根就开始，我们会发现，然后呢你第2天再买，可是你第2天买到现在都还是赚钱。那这个方法我们测试过了，就是在过去几年你回测你过去的那些经验，对，你只要每一次看到这种条件照着买，其实你的获利的报酬率会比大盘的那个28%，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说去年的涨幅会比那个全年涨幅还要更高，就是有这个筹码上的数据，你再配合那些基本面资料，你买起来就会很有信心。老师，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那像这样子，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卖呢？停利跟停损点到了就是卖。那停利停损其实你可以设
10%呀、25%，这个我们都测试，我们反正就是做成报表让你看，你只要每天乖乖照做就可以。我先不管你有没有乖乖照做，但是我自己有乖乖照做，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很勇敢的跟你说这个富桥你照着做一定会赚钱，因为我自己的对账单里面就有，而且我是完全照着这个纪律做的，我也没有走什么内线消息提前买都没有哦，就是发现这个买卖家数差，对，我就是照着模组的纪律。但大家先不要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缘看到这一集，有缘认识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我们要一开始一定要先有心法，心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的那个筹码的概念啊，一定要先建立。就是你平常执行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已经是你的，就像我们知道要说请谢谢对不起一样，这个东西一定要内化在你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黎芳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黎芳老师的选股方法跟这种操作策略非常有兴趣的话，我们财讯也有跟爆投资合作推出一日精通筹码秘技特训班的课程，那相关连结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击获取资讯。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也谢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下次见，拜拜，谢谢老师，拜拜。